法治故事耐人寻味，不容错过。案件的关键人物名叫杨国胜，祖籍天津宁河，1962年6月生于武汉，武汉钢铁集团一家下属单位的负责人。1990年，20岁的江月花从技校毕业，进入这家单位。当时杨国胜已结婚生子，因此两人交往不多，仅仅限于同事和工作关系。2006年冬，江月花36岁，结婚多年，因为是否生育儿子的问题而跟丈夫争吵，不久离婚。很快多数同事知道了她离婚的事儿，因情绪低落，她找到了杨国胜请假。杨国胜爽快同意她请假，而且很关切地说，合不来就离婚很正常，你别在意别人的看法。暧昧开始于2007年春。那天单位职工到木兰天池郊游，上山的时候，杨国胜和江月花远远地落在大伙后边，边走边聊。见他走的吃力，杨国胜自然地牵起了他的手，他没拒绝也没松开，任他牵着，也任那种异样的情愫慢慢弥漫开了。此后江月花感觉到杨国胜经常借机接近他，目光热辣辣的。起初他不愿跟一个有家有口的上司有染，有意躲闪着。然而杨国胜的一条短信令他大吃一惊，打消了许多顾虑。其实你不必躲着我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而且早就离婚了。当晚他应邀跟杨国胜坐到咖啡厅里，听他讲自己的故事。多年来我们的感情一直不好，也是去年底考虑儿子已经工作，我跟他终于离婚了。只是离婚的事儿极少有人知道。听到这儿，这一次江月花主动握住了他的手，像是安慰，更像是表白。因为他的鼓励，就在咖啡厅，杨国胜紧紧搂住了他，说，我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好吗？江月花点了点头，他心里盘算过，他们一起共事多年，知根知底儿。他善良热情，家底儿殷实。据自己所知，他有3、4处房产，跟他好上，然后嫁给他，算得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。当晚他把杨国胜带到了自己家里，之后就发生了性关系。杨国胜说，我们的事儿暂时无法公开，一是担心同事误会我们搞情况，二也不利于我开展工作。江月花也没多想，点头答应了。此后两人开始暗度陈仓。起初江月花非常享受那种偷情式的地下恋情，觉得温馨而刺激。然而时间一久，江月花对偷情状态慢慢的不满足了。一次江月花对副经理记了他的一次迟到很恼火，要求杨国胜出面说说。杨国胜当即拒绝了，说，就那么点罚款，别令同事浮想联翩，让他们背后嚼舌头。江月花嘟起了嘴，老这样偷偷摸摸的也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杨国胜当即噤了声，一会儿又柔声地说道，再等等吧，我起码先得让大家知道离婚的事儿，再让大家接受我们的事儿。江月花无可奈何了。然而一件事情却令江月花的疑云顿生。那天杨国胜上班，手上脸上伤痕累累，而且非常明显，属于抓伤。很快杨国胜的伤成了那几天同事之间的谈资。一旁江月花酸楚不已，浮想联翩。奇怪的是，那几天杨国胜对江月花不理不睬，他用短信问他，他也不解释为啥受伤。1个多星期后，他再次光顾江月花家。江月花问他，他仅仅敷衍说，跟前妻吵架了。
不是离婚了吗？还吵什么？他叹息一声，没再作声。江月花一时无趣，讪讪地说：我觉得我应该看看你的离婚证。杨国胜眼睛一瞪，那有什么看的？后来起疑心的江月花又多次要求看他的离婚证，他总找出各种借口来搪塞。2008年初秋，一位关系好的女同事亲自向他求证，他有口难辩。直到此时，他还根本不知道当时杨国胜没有离婚，仅仅跟妻子的感情不好而已。再说杨国胜，他用已经离婚的谎言将江月花骗到手后，一直担心被同事老婆发现，而今江月花一再要看他的离婚证，又让他抓耳挠腮，无计可施。百般无奈之下，他决定与妻子离婚，跟江月花结婚。他脸上的伤就是跟妻子提出离婚时被暴跳如雷的妻子抓伤的。2009年3月，杨国胜一气之下，以放弃所有家产为代价，换得了一纸离婚证。可是拿到离婚证的杨国胜心情非常沉重，既不知怎么面对同事、亲戚、朋友和儿子，又为多年积攒的资产突然归零而心痛不已，凄惶不已。也许因为这些因素，他对自己非常迷恋着的江月花也生出了许多不满与怨尤。可是所有的心痛不满，他都无法去跟别人倾诉，哪怕跟江月花也无法提到。他只能将这些无法倾诉的事情全部都埋在于心底，成了一个又一个无法暴露的隐珠。2009年5月的一天，江月花再次提出想看离婚证，于是他专门带了离婚证。见到离婚证上的时间，江月花明白了，他刚离婚不久。可是他没有过多责怪他，只是悠悠地说：那么我们结婚吧，这样我们的事儿可以公开了。不料杨国胜却吓了一跳，搪塞着说：我还需要有些时间，让儿子亲人同事接受离婚的事，然后考虑我们结婚的事。江月花再一次无奈地接受了现实。其实他再一次错了。杨国胜与妻子离婚后，不想惊动儿子和亲人，所以谈妥离婚不离家，算是双方的考验期。采用这种方法，他既瞒过了妻子，又瞒过了江月花，左右逢源于前妻与女友之间。时间一晃又过了2个多月，江月花始终没等到杨国胜离婚了的消息，多次催他却搔搔头，非常为难地说自己不知该怎么说。江月花百般无奈地提出，要不我们也隐婚，先结婚，暂时不告诉家人和同事。杨国胜搔搔头，犹豫了良久，终于同意了。2009年9月16号，杨国胜和江月花正式登记结婚了。走出婚姻登记处，阳光很灿烂，江月花一脸温情脉脉，不由挽住了杨国胜的胳膊。不料杨国胜触电一般，本想甩开他的手，突然醒悟自己刚刚跟他结婚，没敢用力甩。然而察觉到了的江月花很识趣，松开了他的手。当晚两人到外面吃了个晚餐，又到江月花家里狠狠地温存了一番。可是到了半夜时分，杨国胜翻身起床，说要回自己家去睡。江月花一听，很温柔地挽留他别走了，他没答应。咣当一声，听到他关门离去，江月花不禁潸然泪下了。新婚燕尔的第一晚，他居然不愿意在这儿过夜，这样的隐婚岁月究竟将要持续到什么时候？望着冷清清的四壁，他的心里格外悲凉。第二天，江月花和杨国胜都上晚班。凌晨3点钟左右，他悄悄溜到了办公室，见杨国胜单独在内，便推门而入，轻轻唤了一声：老公。杨国胜大惊，连忙关门，阻止他再叫。下班后，杨国胜打电话要求他不要在公共场合乱叫。江月花反问道：我乱叫？我是乱叫吗？第一次两人在电话中吵了起来。
为了维持刚刚得到的婚姻，已受尽委屈的江月花不得不强装欢颜，多次提出要杨国胜到老家去见一见自己的父母，他也见见杨国胜的儿子等等，都无一例外的遭到了杨国胜的拒绝。江月花不胜悲凉，这样的婚姻哪里会有一桩婚姻的感情和亲情基础？江月花的房子买了许多年，却一直没有装修。客厅仅仅装了一根日光灯，2间卧室仅仅安了1张床。考虑到杨国胜经常出入，又从不带自己去他的家里，他提出由杨国胜出钱将自己的房子装修一下，估计费用大约是5万元。然而杨国胜坚决拒绝，我没钱。江月花歇斯底里了，你的钱呢？你工作这么多年了，难道没有一点点积蓄吗？杨国胜拿出了自己的离婚协议书。江月花看到离婚协议书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3套房产和家中存款归前妻所有，有套房未还清的贷款，杨国胜每月还贷3631元。原来他的如意情郎离婚后不但身无分文，而且背负着大约36万元的银行贷款。见到离婚协议后，江月花最后一丝念想也彻底失去了。既得不到感情，又得不到金钱，甚至连最起码的夫妻关系也得按他的意思牢牢隐藏起来。这样的一桩婚姻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？江月花哭了整整1晚，最终决定趁早跟杨国胜离婚。2009年11月23号凌晨5点13分，他轻轻按下发送键，向杨国胜发出短信：我们隐离吧，起码我们还是同事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1个小时以后，杨国胜回短信说：好吧。2009年11月25号上午，顶着初冬的一场冷雨，杨国胜和江月花办妥了离婚手续。对于杨国胜来说，隐离的结果已经是最好的了，他如释重负。唯一担心的就是江月花有一天将两人隐婚隐离的事儿说出去。因此办妥离婚手续后，他唯一叮嘱江月花的就是这件事儿。就当我们从来没有什么事儿，如果我们的事情传出去，不但会让同事笑话，而且肯定影响我们以后的婚姻生活。江月花同意了，他没有想到杨国胜一办好离婚手续，转头就与前妻复婚了。他跟妻子离婚复婚，跟江月花结婚离婚，一连串的私生活变故，就连他的儿子也毫不知情。然而杨国胜依然提心吊胆。案发后他交代说，我很清楚我的隐私太龌龊了，如果曝光就是一个非常香艳的故事，会像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，炸彻整个车间，整座工厂，也炸毁我的家庭。江月花不久后认识了一位做钢材生意的小老板，半个月后闪婚了。2010年3月，两人正式登记结婚。他与新郎一道，把喜糖送给单位里的每一位同事，包括杨国胜在内。接到喜糖，杨国胜脸色微微一红，就格外开心。哎呀，恭喜恭喜啊！然而不久，他的短信悄然而至。恭喜你结婚啊，以后还理我吗？看到这条短信，江月花几乎双目喷火，立即删除了。他清醒地知道了，他的外表友善而热情，心里非常卑鄙自私。然而杨国胜自认为是江月花的顶头上司，依然不想放弃他。几天后，他得知江月花的丈夫出差，居然又发短信给他：今晚我到你那儿去行吗？江月花恨得咬牙切齿，可又不敢声张，于是决心调离，逃离杨国胜的魔爪。他想到了自己的旧日好友，另外一个单位的经理周丹丹，
2010年5月6号晚上，他到周丹丹家拜访，将自己与杨国胜隐婚隐离的事情全盘告诉了周丹丹，多次眼泪汪汪。然而由于江月华根本不知道杨国胜一并欺瞒了妻子与儿子，所以他所说的仅仅是自己所受的委屈和当下遭到的性骚扰。热心肠的周丹丹听后非常震惊，说：我也曾经听说杨国胜跟你搞情况，没想到你们真的结婚又离婚了，他也太不像话了。我不仅同意把你调到我单位来，而且必须制止他的胡作非为。很快周丹丹向集团的人事部门反映相关情况，因为不想事态扩大，也出于女性的善良和对江月华的保护，他没将此事告诉无关的人，仅有办理调动手续的当事人知道，就连杨国胜也不知情。5月11号上午，集团批准江月花调到了周丹丹负责的单位。5月12号下午，也许因为遭到江月花多次拒绝，而江月花又已经调离，杨国胜心情郁闷，于是到朋友家里喝酒，喝了3-4两白酒，然后酒气熏熏上班了。当晚23点50分左右，杨国胜刚刚坐到了4楼的办公室，已经下班的周丹丹来了。一进门，周丹丹不客气地坐在他的椅子上，说：有件事情我要当面问一问你。什么事儿啊？你跟江月花的事儿。怎么了？杨国胜一听，霎时脸涨绯红，非常警惕。你太对不起他了，他现在结婚了，你也有家有口，怎么还能骚扰他？做人怎么能这么厚颜无耻？江月华跟你说啥？这是我们的事儿，你管什么？杨国胜酒气熏熏，又怒气冲冲，青筋暴露。周丹丹不管不顾，愤怒声讨。突然间，恼羞成怒的杨国胜上前一步，狠狠掐住了周丹丹的脖子，而且越掐越紧。周丹丹怎么敌得过一个粗壮汉子的暴怒？很快，他因为机械性窒息而死。见周丹丹已经停止了挣扎，杨国胜意识到自己犯下弥天大罪。然而他居然一不做二不休，脱下周丹丹的衣服，将尸体转移到洗漱间内，用钢锯、剪刀、裁纸刀将尸体肢解。然后他将这些尸块抛到了单位食堂西侧草坪的屋井内。13号上午10点，杨国胜下班的时间到了，他竟大摇大摆坐上了单位的通勤车，手里提着装了钢锯等作案工具的袋子。下车后丢入了一个废弃的勘探钻孔。周丹丹的失踪当天下午被她的丈夫察觉，因为多方无法找到踪影，立即报警。5月14号上午7点多，武汉市公安局钢城分局民警将杨国胜作为重点排查对象进行调查。杨国胜当即交代了犯罪事实。2010年12月14号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，认定杨国胜因所事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，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，而且杀人后分尸抛尸，犯罪情节特别恶劣，犯罪后果极其严重。被害人周丹丹与杨国胜谈及他的婚姻情况，并无不当。依照刑法，判处杨国胜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好，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。